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小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常常会给人带来欢笑，但是如果一个小孩子对你说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你会作何感想呢？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妻子凶杀案。在30几年前的台湾，一个5岁的男孩这样一句话引爆了媒体，一起谋杀大案就此浮出水面。1988年，这年吴瑞云24岁，她的丈夫姚正元与她同岁，是一艘渔船的船员，二人育有一男一女，儿子5岁，女儿4岁。虽然丈夫的工作可以让家庭收入有保障，但是需要他经常离家，不能经常陪伴妻儿。1988年7月12日这天，丈夫姚正元结束了6个月的出海工作，返回家中。第二天就收到了岳母的邀请，为了庆祝他平安归来，岳母陈桂梅邀请一家4口来到家里好好团聚。姚正元也十分乐意，毕竟自己常年不在家，妻子吴瑞云经常2天3头带着孩子来娘家吃饭，老人也费了不少心，自己理应登门感谢一下。第二天，岳母陈桂梅家里响起了敲门声，陈桂梅满心欢喜地出门迎接，打开门却只看到姚正元一人。女儿呢？2个孩子呢？姚正元回答说，妻子在家陪孩子，就不来了。陈桂梅觉得不对劲，打电话给女儿，催她带孩子过来，自己已经帮2个孩子准备好了晚饭。结果女儿表示自己已经帮2个孩子准备好了晚饭，就不过去了。这件事在陈桂梅心中留下了一个阴影，她知道小2口婚后就一直感情不和，这次估摸着是又吵架了。这事过去没几天，7月15号，女儿吴瑞云开口向陈桂梅借2000块钱，但迟迟没来拿。借钱后的第2天，陈桂梅就收到了女婿姚正元的消息，说是他们一家人已经搬家了，新家电话还没有装好，所以最近就不和陈桂梅电话联系了，提前说一下，以免她太担心。果真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桂梅没有接到任何一通来自女儿吴瑞云打来的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桂梅不禁感到有点奇怪，虽然女儿搬家后打电话不方便，但是这么久一点也不联系，似乎也不太正常。她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祥的预感。10多天后，陈桂梅接到女婿的电话，在对她一通质问之后，女婿姚正元告诉她，吴瑞云和她吵架之后离家出走了，至于去哪儿了她也不知道。另外，姚正元还强调说他已经向警方报过案了，所以陈桂梅就不用再重复报案了。姚正元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让陈桂梅坐立难安。作为一个母亲，自己的女儿不见了自然着急，但另外她又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是哪里不对劲呢？女婿说女儿因为吵架离家出走，但女儿真的是离家出走吗？凭自己对女儿的了解，她受到委屈必然是第一时间给自己打电话，那为什么女儿没和自己联系呢？再联想到姚正元不想让自己报警，陈桂梅越想越担心，莫非女儿已经出了什么不测？这个想法让她不寒而栗。10月4日，女儿已经消失了几个月了，陈桂梅借着关心孩子的名义，让姚正元带着5岁的外孙和4岁的外孙女儿来家里吃饭。趁着女婿打电话的机会，陈桂梅悄悄问了5岁的外孙关于妈妈的情况，结果外孙用通知的声音告诉他，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一样刺向陈桂梅的神经，让她从骨子里升起一股恐惧。几天后，为了验证2个小孩的说辞，陈桂梅让老伴儿将姚正元灌醉，再次询问孩子具体情况。这次小孩子的回答更加的具体，说的是有板有眼。陈桂梅用录音机将孩子的回答录下来，然后立刻来到警察局报案。那么2名孩子到底说了什么呢？录音带里是2名孩子的证词。孩子说，爸爸和妈妈有一天发生争吵，爸爸拿起皮带抽打妈妈，然后那天晚上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了下来，然后就没有见到妈妈了。爸爸晚上把妈妈的脚拿了下来，和肚子里的东西一起放进了袋子里。爸爸要我们说妈妈是跟其他男生走了。这些情况让警方惊骇不已，他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因为这可能是一起重大的杀妻分尸案。他们第一时间逮捕了正在接孩子放学的姚正元。姚正元一开始感到莫名其妙，随后的表现是一言不发。后来在警方的询问下，他居然哭了起来，但后来他又大喊冤枉，并表示妻子离家出走只是因为2人吵架，妻子离异提婚，自己不同意，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自己不可能杀害他。至于为何孩子会那么说，他现在也是一头雾水。接着警方开始对姚正元展开调查，别说这一查还真查出了很多疑点。比如姚正元说妻子在电子厂上夜班，但是到底在哪家工厂，姚正元却又说不上来。丈夫不知道妻子在哪上班，这十分反常。警方开始怀疑这个姚正元可能是说谎。另外，他们一家本来在老家住得好好的，
怎么他回来没几天，突然就要搬家了？莫非就在这几天里，在原来住处里发生了什么变故？再考虑到孩子的恐怖证词说的是如此的真实，孩子都是天真无邪，如果孩子没有亲眼见到的话，怎么可能说出那么逼真的话？这些线索和证据都很难说陈正元没有杀妻，嫌疑人们几乎很轻易就可以脑补出姚正元杀妻后毁尸灭迹的完整情节。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此时这起案件已经传到了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媒体们起了劲爆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姚正元被人们当作杀妻恶魔，一时间谩骂和猜忌如潮水般涌来。此时吴瑞云的母亲陈桂梅深受打击，她声泪俱下的控诉女婿姚正元的残暴。她告诉媒体，女婿姚正元婚后沉迷赌博，欠了一屁股赌债，走投无路才去跟随渔船打捞。女儿当年不顾家里反对，奉子成婚，婚后才发现姚正元的真面目，所以幡然醒悟，打算逃离婚姻，结果却不幸惨遭恶魔毒手。他还说自己在睡梦中梦到了身着红衣的女儿前来找过他，在梦里女儿一言不发，肯定是承受了莫大的冤屈。虽然此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大多数的民众也都认为姚正元是杀妻恶魔，但是警方不能单纯舆论风向就给姚正元定罪，没有尸体就无法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警方还在紧锣密鼓的在姚正元原来和现在的住处进行侦查，不过在原来住的房间里只发现了少量的血迹，并没有血液喷溅的迹象，凶器也没有找到。这时在此居住的住户跳了出来，述说自己经历的恐怖经历。他说自己在梦里见过一个无头女子，肯定就是死去的吴瑞云。他还说自己刚搬进来的时候发现冰箱里有一袋腐臭的肉，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尸块，不过当时就扔了，现在已经无从查起。另外床上还有一包疑似曾经沾满血迹的衣服，可能就是吴瑞云被害时穿过的。现在的各种所谓的证据还有神神秘秘的托梦现象，让警方将杀人罪的帽子扣在姚正元身上，并将他送往警方侦办。不过最关键的证据尸体依然没有出现，要案件继续推进下去，就必须要找到吴瑞云的尸体。这时警方改变了思路，从2名小孩子身上找突破口。2名小孩子也不负众望，直接告诉警察，我们和爸爸一起埋葬了妈妈。他们说父亲开车带着妈妈的尸体来到一个有马和草的地方，然后就把他们锁在车上。他们看着父亲挖了一个大洞，把妈妈埋了进去。这些办案的情节一经披露，马上引起社会人士的强烈批评。因为警方为了案情推进，不断唤起孩子的惨痛记忆，媒体担心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2次伤害。根据2个小孩描述，警方推断出藏尸地点可能是附近的青年公园。于是警方来到可能地点开始侦查，不过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至此警方开始认真考虑孩子的证词的可信度，2个孩子的证词到底可不可信。如果不可信的话，那么引爆此案的恐怖证词是不是也是假的？吴瑞云真的死了吗？在公众眼里，在吴瑞云的母亲眼里，她早就死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在梦中化成鬼魂来诉说自己的冤屈。但是警方如今开始怀疑这起命案的真实性，案子陷入了僵局。不过新的证人证词出现，打破了僵局。有5个以上的证人证明，所谓命案发生后，他们还见过吴瑞云本人。另外警方还通过吴瑞云的好友接到一个自称吴瑞云的人打来的电话，对方称自己在台湾南部没有被分尸。不过这位女子并不愿露面作证，并迅速挂掉了电话。随着关注此案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方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办案人员已经开始怀疑小孩子的证词，于是在一次庭审中，检察官支走了陈桂梅，然后询问2个孩子，爸爸是不是杀了妈妈？结果小孩子低声说是姥姥教的。现场所有人都惊讶不已。不过陈桂梅对这一切也是极其否认，还说自己也是被2个孩子给骗了。由于兄妹2人翻供，这起源于童年的惊悚案件被证明是一起乌龙案件，恶魔杀妻分尸案已经变成了普通的妇女失踪案。警方现在找不到任何证据来指控姚正元，只能将其无罪释放。由于孩子的童言无忌，爸爸姚正元被无缘无故的羁押了8天，但孩子毕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姚正元现在也只能对着孩子们无奈的苦笑。这起起源于小孩子恐怖证词的闹剧也带来一个启示：小孩子固然很单纯，他们可能并不会说谎，但是很容易被误导和诱导。所以在案件中，小孩子提供的证词需要再三辨明和仔细查证。对于这些闹剧中的其他角色，我们不做评价。好了，今天关于杀妻分尸案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